见过大小姐。你是北境王府的人？是的，夫人，我是王爷身边的护卫长。护卫长？那不是应该在北境王身边的吗？你没跟着北境王去安西都护府吗？王爷接到命令，赶往了安西那边，留下我们继续寻找大小姐。这样啊，那也好，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，管饱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大小姐，我们是王爷的人。大小姐，属下跟随王爷多年，也是一心想要和王爷建功立业的。沈飞听明白了，他的庙太小了。不过沈飞也不气馁，别人没选他，一定是那人的眼光不行，不是他的问题。沈飞也不墨迹了，直接在身上掏了一下，实际上是在空间里取出了一张银票。武丹，这钱你拿着，在城中买个小宅子，以后咱们先住在那边。夫人，幽州的房产不值钱，买一个小宅子500两差不多就够了。沈飞一拍脑门，是呀，他忘了这里不是后世的帝都，不是那寸土寸金的地方。沈飞快速地把2000两的银票抽了回去，又掏了掏，换成了500两的银票给了武丹。武丹接过银票的时候还狐疑地看了他一眼。夫人和侯爷那时候是被绑走的，夫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难道绑匪都这么仁慈了，竟然有银票都给夫人剩下了？沈飞着急给孩子喂奶，于是开始赶人。好了，你先去买房子，买好了到客栈来接我。是，夫人。以后就喊我江公子，别喊夫人，容易露馅儿。是，江公子。武丹出去买房子，江干3人则是留下来保护沈飞。武丹，这房子真不错，有赏。武丹没当一回事，这是在幽州，不是在长安，夫人的钱可不在这里，还赏赐什么呀？谁料到沈飞竟然拿出了一个5两的银锭子，给你，这是你的辛苦费。武丹石化了，夫人的袋子里究竟装了多少钱啊？还有，这钱都是哪里来的？就是江干看到沈飞的大手笔也是咂舌不已。大小姐是个敞亮人呢。其余2名护卫收拾东西的动作都利索不少。江干这些人从前都是跟着北境王的，那真是吃的用的都由北境王花钱。这次找人，北境王离开的匆忙，根本没给江干等人留多少钱。护卫的武功再高也是人呐，是人就要吃喝拉撒。北地寒冷，冬衣是不是也要备上？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那更是能吃了。可是他们的盘缠没多少了，1分钱难倒英雄汉，这些人也是一样的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都打算轮流出去扛大包赚辛苦钱去了。沈飞的大手笔一下子就震惊了几人，知道不会饿肚子了，护卫的行动更积极了。京城皇宫内，小福宝已经找到了那个狗洞，他打算偷偷的跑出去，谁知道竟然被太子给发现了。福宝弟弟，我一猜你就想偷跑，你看被我抓到了吧？这把你能耐的，你咋不上天呢？福宝弟弟放心，我没有告诉其他人，你看我身边都没有人，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出门呢？正好我可以和你一起走，到时候到了各个郡县，还可以利用我太子的身份震慑那些官员。小福宝摸着小下巴仔细思索，他也就是靠着这张脸在皇宫里好用，或是京城的上层官员不敢动他，走出去他还真是个小娃娃。太子说的也对，不过太子这孩子也不行，想问题太简单了，还是缺少锻炼。他们是偷跑出去的，怎么还能让各地的官员接待？那不是暴露了？小福宝沉着小脸思考着带太子出门的利弊，带着出去可以长长见识，见见外面的世界，将来不至于被官员给骗了。风险嘛也有，一个不好没命都有可能。福宝弟弟要是不让我跟着，我就告诉父皇，这样你也走不了。小福宝找到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，也是踩了好几天的点儿，机会来的不容易啊。太子的安全和菲菲的安全，小福宝最终选择了菲菲。这一世谁都没有他娘亲重要。好，你跟我走吧。好，福宝弟弟，我先出去，你跟在我后面。我先出去，太子再出去吧。原本狗洞是不大的，徐慧和小福宝2人偷偷又撬开2块砖。徐慧本来就是兽人，所以爬出去也很容易，小福宝就更容易了，他本来就小小的，虽然肉乎乎的。可是太子就不一样了，太子吃得好，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就有些壮，他出去的时候就不是很顺利。小福宝左顾右盼，就怕被人发现。他用小胖手擦了一下额头，伸出小脚在太子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了2脚，小嘴里说出来的话也不太好听。你说你吃这么多干什么？这屁股圆的。
福宝弟弟，我这是强壮，不是胖。徐慧这边用力地拉着太子，太子身子低了一些，直接是被徐慧给拖了出去。三人都出了狗洞之后，徐慧就立即抱着小福宝，拉着太子去和令策会合。等三人见到令策的时候，也有些惊讶。太子印象中的黑甲军应该是威风凛凛的，可是现在的黑甲军怎么看着有些寒酸？小福宝见到他曾经的黑甲军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心里也是很震惊。这才2年时间呀，不过这几个人的状态还是不错的。小福宝这么安慰自己。至于黑甲军为什么会如此，小福宝也能想明白。从前黑甲军是他养着的，一切花销都是他的私库，可是新皇并不知道黑甲军的存在，自然不会继续供养。小福宝觉得这军队还存在其实已经很好了，人员减少什么的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主子，都起来吧，你们这2年辛苦了，以后啊我会补偿回来的。主人，我们想着这次咱们是微服出行，穿的就平常一些，装备也是带的简陋了点，那些好装备都让之前的队伍带走了。还有咱们现在在城里要低调一点，我带的人手就少了些，其余人都在城外等候呢。身上的衣服都带补丁了，这也不是简陋一点而已呀。不过太子想起来，前些天小福宝让人去秘密处决那几个和唐国公有关系的人了，或许那批人会更威风一些吧。好，你考虑得很周到，咱们先离开这里，钱的事情啊，你们都不用操心。是，主子。于是几个人飞快地离开了。小福宝也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，他给皇上把剩下3个亲王值钱的东西都搜刮了一遍，唯独没有提幽州王。不是幽州王没有猫腻，而是他要留这个肥羊给菲菲。菲菲正好就在幽州，想必他会喜欢自己给他准备的惊喜。不过想到传回来的消息，小福宝虽然知道不太可能，心里还是很焦急。他就怕他也遇到难产，毕竟曾经的那个人也是难产死了，让他早早的没了娘亲。这次的娘亲，他一定要好好的守护他。找，全都给朕找！他那么大的一个小人，能藏到哪儿去？是，陛下。冯宝退出勤政殿之后，就开始让宫里行动起来。很快，整个皇宫都被惊动了，于是后宫的妃子也立即人心惶惶起来。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让整个皇宫都乱了起来。就是那日皇上昏迷的动静都没这么大。此时2皇子和3皇子都已经到了。你为什么不和小福宝一起玩，不跟在他身边？福宝弟弟嫌弃我幼稚，不和我玩。皇上捂着脑袋，也是头疼不已。皇上目光对上2皇子，见他也是一脸懵逼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小福宝好似不喜欢2皇子，教训老2也没用。接着目光对上4个月大的4皇子。哎呀，4皇子太小，怪不到他身上。对了，他还有个儿子。冯宝，太子怎么不在？皇后此时正巧来到了殿外，也听到了太子不在的话。皇后的心里一紧，难道是她的皇儿出事了？皇上，可是太子发生了什么事？皇后，太子没事，不必惊慌。哦，宫里这是在找谁？母后，小福宝不见了。皇后一听小福宝丢了，彻底不担心了。这时候太子妃和太子良娣也来到了殿外。冯公公，太子人不在东宫。冯宝的脑袋都大了，他知道坏菜了，这太子和小福宝是跑了呀，还是自己主动跑的，否则在皇宫里根本没人会同时对2人出手。他急忙带着太子妃等人进了勤政殿。皇上，太子人也不在东宫。皇上刚才已经隐隐听到了外面的话，心里更生气了，一个个的都是不省心的。怎么回事？太子怎么不在东宫呢？母后，太子或许是出宫了，您不要着急。姐姐说错了，太子要是出宫也会带着我的，不会自己偷跑出去。太子妃平淡无波的眼中闪现嫉妒，但很快就隐藏了下去。皇后视线锐利地扫向司妙兰，这个蠢货，要不是皇儿喜欢她，她又是司太傅的孙女，这蠢货都活不了多久。司妙兰在东宫也是很受宠的，至少比太子妃受宠。要不是皇后在宽慰太子妃以大局为重，太子妃早就收拾司妙兰了。司妙兰是幸运的，她有个好爷爷。这时禁军统领禀报，启禀皇上，并没有发现小福宝的踪迹，臣在皇宫里发现了个狗洞，
臣猜测小福宝是从那里离开的。皇上的脑壳更疼了，皇后可不相信太子会钻狗洞，她松了一口气，觉得两人一起不见或者就是巧合。皇上直接让这些人离开，他得自己选些人手给两人送去。皇上原本想把小福宝抓回来的，但想到他知道沈妃可能死了的时候哭得那么伤心，又心软了。他是留不住小福宝的，算了，就让他去吧，有太子跟着也能有个依靠，至少太子的身份还是能唬住一些人的。唐之灵见过沈妃之后，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他想知道她的身体恢复得如何了，还有生的孩子是男是女，两个孩子好不好带。他刚刚回到营地，就见到驻扎在这里的营帐都已经收拾妥当了，好像是要撤离的样子。扎凡，你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啊？是，公子。扎凡快速地跑开了。这时候拓跋燕兰见到唐之灵回来了，松了一口气，但语气很不好。你每日乱跑什么？我去哪里关你什么事？我爹都没管我呢。拓跋燕兰有点后悔给唐之灵喝了那药，否则也不会好好的一个人如今就变成了傻子。没错，就是傻子。拓跋燕兰觉得他傻了，现在不仅不记得他是谁了，还一点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他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能随便出营地，还有咱们要撤回北平郡。唐之灵心思一动，撤到北平郡？难道是唐国公在前线失利了？要不然怎么可能让拓跋燕兰撤走？这次对上大禹朝的军队，唐国公可是带了很多鲜卑人的，鲜卑人身强体壮，应该没那么容易打败呀。难道唐国公有别的部署？很快，唐之灵就跟着拓跋燕兰等人一起撤到了北平郡。唐之灵走的时候虽然很不甘愿，但也没有办法。本来他还想明天继续去戏楼见一见沈妃呢。第二天清晨，沈妃睡了一宿好觉，睡在自己家就是舒服。她都已经打算好了，今天继续去戏楼等唐之灵。两人这次或许可以找机会见面，而且他身边也有护卫了，相信解决唐之灵身边的人不成问题。沈妃吃过早饭，又给两个孩子都喂饱了之后，就来到了前院。谁知道看着江干沉着一张脸。江队长，怎么了？唐国公发布了檄文，痛斥先帝的檄文，如今在城内的城墙上都有张贴。沈妃懵了，她刚刚买的宅子才住1天。沈妃摸了摸胸口，不急不急，可以再想想办法，总能把人偷出来的。对，别担心。这时候武丹跑了进来，他一早就出去打听消息去了。有大消息！什么消息？唐国公发布了檄文，痛斥先帝的檄文，如今在城内的城墙上都有张贴。沈妃接过武丹递过来的告示，连蒙带猜的看出了大概的意思。主体就是他对抗朝廷是站着道义的，是楚家皇室对不起他，先帝欺辱折煞他，新帝忌惮打压他，如今他举事不过是无奈之举罢了。唐国公的檄文还是非常管用的，文字用的也是浅显直白，就是普通的百姓也都清楚知道里面的缘由。至少北地的百姓不反对唐国公的统治，甚至有的人还都非常支持。唐国公去年从朝廷那边骗了不少粮草和军饷，现在也是兵强马壮的，所以在北地的招兵情况进展还是很乐观的。唐国公这招不错啊，还挺会玩舆论的。他这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打击皇家的威严呀，就是不知道朝廷那边会怎么应对了。夫人，你那易容的面具能帮我弄一个吗？我想借此机会混入军营。大小姐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也给我们准备一下吧。我们是王爷的亲信，就怕唐国公的人会认出我们来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们想长得好看一点，还是样貌普通的？普通的就好。武丹想到自己本来就普通的容貌，我要英俊一点。可以满足你。我见过唐之灵身边经常跟随的3个人，也做一个他们的面具，到时候你们戴上就可以取代那几个人，比去军营好些。此时在前线的唐国公心情并不美丽，他们没想到朝廷的动作会这么快，而且反应会这么迅速。原本已经挑拨了几个封地的王爷蠢蠢欲动了，可如今全都泡汤了。该死，都是一群孬种。唐国公知道打仗最需要的是时机，他本想借着东突厥和西突厥一起犯边，几个王爷内乱，把大禹朝给分解了，到时候他完全可以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是封地的几个王爷确实不给力，不仅没有帮到他，反倒是帮了皇上。现在皇上不仅有了泉州王送去的钱，亭州王送去的人，益州王送去的武器，还有萧红卓的粮食。
一下子就把唐国公的算盘打翻了。该死的，到底是谁给那个黄口小儿出的主意？现在的局势对他很不利，过了新年马上就要开春了，雪已经融化了。到了春季，不管是东突厥还是西突厥都会撤兵，毕竟春季的青草出来之后，牧民就可以放牧了。唐国公想起北静王和崔文斌两人，目光一沉。北静王是久经沙场的人，就是自己和他对上都没把握赢他。还有崔文斌那小子，过去对抗敌人的经验稍显不足，现在也成长起来了。等大禹朝没了外患，很有可能两方人马集结起来，一起围剿他们唐家军。唐国公想到这里就脑门生疼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暴露的呢？他也知道这时候举事不是时机，要等皇上身子更破败的时候才是好时机。但他不明白，好好的皇上因为什么就开始怀疑他了，否则他也不会铤而走险仓促举事。终于唐国公想起来了，好像是老三成亲之后。唐国公想起小福宝打他那一巴掌，脸色铁青。是了，就是沈飞带着那个小崽子进了唐家之后，事情就不可控了。来人啊！主子有什么吩咐？去给长安城的人手送个信儿，尽一切可能刺杀沈氏的孩子小福宝。他应该还在皇宫里，让咱们的人小心行事。是主子。唐国公筹谋许久，早在10多年前就选了些人手送进宫中当奴才，无论是宫女还是太监都有他的人。还有，让人找准机会给太子和皇上下毒。主子，张贵嫔已经被处死了，皇上也更加小心了，恐怕不太容易啊。不要怕牺牲人，还可以从几个皇子和公主身边下手，皇上总不会防备他们吧？是主子。下人离开之后，唐国公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他承认自己慌了，他已经接到了消息，他原本安排在大禹朝几个关键郡县军队的人都莫名的死了，或是失踪了。这些都是他的旧部，本来是想给大禹朝一个重创的，如今完全是不起作用了。很快朝廷也知道了唐国公发布的檄文，这让皇上气得不轻。不过好在有唐家人的举报，皇上也挖到了不少唐国公的黑料。京城的唐家人为了活命还真是写了不少呢，大到唐国公侵占百姓良田贪污军饷，小到唐国公小时候爬树偷果子，真是记录得清清楚楚。这些举报的人不仅签字画押，还都按了手印。皇上乐呵呵地看着一张张举报唐国公的卷宗，也是开怀大笑。好好好，还是小福宝的主意好啊。这一次我倒是想看看唐志忠那老贼拿什么和朝廷叫嚣。皇上，您再看看唐老夫人交上来的东西。哦，就是唐老夫人也举报了唐志忠。哼，唐知轩和唐夫人不管举报了什么，死罪都难逃。皇上已经查到唐之陵从前身子孱弱，就是唐夫人下的毒。至于唐知轩更可恶，竟然还给小福宝下过毒。好在小福宝福大命大，唐夫人和唐知轩两人必须死。皇上，您还是看看两人的证词，或许有新的收获。哦，可是有何发现？皇上笑着接过卷宗，皇上仔细地研读唐夫人的证词，表情逐渐凝重起来。皇上，依臣看，国公夫人陆氏真是恨毒了唐国公，他竟然说这个唐国公是别人假扮的。恭亲王把唐夫人的证词当成了笑话，皇上却是仔细沉吟起来。如果唐国公是假的，也不是不可能。皇上是知道唐之陵的生母是鲜卑人的，他父皇睡也就睡了。唐国公当年拿这件事情做文章抹黑皇室，确实是小题大做，因为这件事谋反完全不可信。皇上倒是宁愿相信唐国公这人本身就有着极强大的野心。皇上放下了唐夫人的证词，又看了一眼唐知轩的。和唐夫人的比起来，唐知轩的就非常可笑了，看上去就是胡编乱造的。皇上气愤地丢到了一边。最后打开的是唐老夫人的证词，皇上的眼睛立即就是一亮，这才是最有用的东西。皇上仔细读下来也是震惊不已。唐老夫人偷偷观察唐国公好些年，她暗中的动作也注意到不少，上面还写了不少人名，都是唐国公留下的人手，而这些隐藏起来的人，皇上这边的人并没有查到。
如今被唐老夫人给揭穿，反而是给皇上添加了助力。好，好，唐老夫人不愧是女中豪杰，竟能如此大义灭亲啊！那又不是他亲儿子。冯宝，冯宝，皇上，老奴在。皇上把一大串的名单给了冯宝，通知禁军去抓人，全城搜捕，朕不希望跑掉一个人。还有宫内的奸细，这次也全都给朕清洗出去。冯宝看到了名单上的人，眉头一挑。宫外的人他不认识，可是皇宫内的人中还有几个是他认识了10多年的老伙计。哎，没想到啊，他们竟然藏得这么深。是陛下。冯宝下去之后，皇上想起唐老夫人最后的证词。恭亲王，国公府的嫡子唐志宗的死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像是唐志宗和唐志忠年少时，两人一起外出历练，路上遇到匪寇，是死唐志宗被害，唐志忠受伤逃离。其实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国公府是唐志忠继承的。皇上觉得里面或许有猫腻，但是年代太久远了，他们是无从得知当年的真相。到底是唐志宗真的被害，还是被亲弟弟杀死，谁也不清楚。皇上想到国公府这么多年没有新生儿，心里有了疑惑。来人！陛下，交代下去，唐老夫人再好好的审问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可以交代的。是陛下。皇上可是有何怀疑？都说最毒妇人心，朕怀疑唐老夫人给唐志忠的后代下了药，否则国公府不会这么多年都无所出的。皇上说到了这里，又联想到了北静王。唐荣可是唐老夫人的亲女儿啊，国公府的人都是狠人呐。最后皇上又叫来了曾藩，下了几道圣旨，同时也写了檄文，公布了唐国公的罪行，算是在舆论上反击唐国公的叫嚣。于是很快唐国公的罪行就在大禹朝传播开来。不仅如此，皇上竟然还把唐国公族人检举他的消息也公布出来了。本来很多人是不相信唐国公会这么做的，毕竟唐国公过去的形象很好，很受敬重。百姓觉得皇上给你安个什么罪名轻松得很，谁知道是真是假呢？可是如今是唐国公的亲人亲自检举的，这可信度蹭蹭的就上来了。所以唐国公的这场舆论战也被朝廷给化解了。北地，来，你们都戴上，我看看合不合适。来，武丹，这是你的，快戴上，我看看好不好看。沈飞做这个面具的时候最用心了，这个面具是他根据曾经在影视剧中的一个人物做的，那时候沈飞真的是迷得不要不要的，特别是那人眉头之间的红点更是惊艳。武丹看着沈飞过于热切的眼神，心中就有一种恐惧感。夫人这个样子总感觉不是好事。武丹，快戴上，我们看看。哎呀，武丹，快点快点，别磨叽。好。说完不等别人反应，他直接拿着面具进屋了。他要照着镜子戴，看看有什么猫腻。等武丹把面具戴上之后，看到镜中的自己，他也是惊讶的回不了神。啊，这是不是太好看了点儿？武丹看着眉间的一点红，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，发现竟然还擦不掉。神奇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江干见武丹进去好久都没有出来，有些焦急。哎呀，好没好呢？武丹回神，有些扭捏地走了出来。等武丹出门之后，其他护卫见状也都惊呆了。你是武丹？武丹，你变化也太大了。不错，我就说我的手艺不错吧，你们相信了吧？其他人齐齐点头。这些都是普通的面具，你们每人留一个，关键的时候方便脱身。谢谢大小姐。最后沈飞还给了众人一些药丸，这是他新调制的，药效也是稀释了的。虽然不至于百毒不侵，对付普通的毒药和迷药之类的也是不成问题。江干和武丹等人离开之后，宅子这边就剩下4名护卫保护沈飞和2个小妞妞。江干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尽量把唐之灵偷出来，就算出不来也要在他的身边保护他，毕竟两方人马正式开战，就怕唐国公最后拿唐之灵开刀。北平郡鲜卑营地，鲜卑人还是更信赖拓跋雁兰的，对唐国公这人也不是全然信任。三公主，如今唐志忠被大禹朝的人给缠上了，
咱们要不要？公主，我们白山部落愿意为公主效犬马之劳。收起你们的小心思，咱们和唐志忠是一条船上的，他倒下了，大禹朝的军队更会对咱们赶尽杀绝。所以你们回去也要和族人交代清楚，这场仗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鲜卑人。安车古部和肃墨部的族长互相看了一眼。放心吧，三公主，我们明白的。唐之灵自从到了北平郡，人就有些焦躁。他担心他突然离开，沈飞不清楚状况，还每日继续带着孩子去戏楼等他。让开，少主，主子有交代，您不能离开营地。我再说一次，让开。少主，如今到了关键时期，你的安全是主子最在意的，他亲自交代了，让属下看住公子。我想拉屎也不行吗？何文没想到唐之灵堂堂的皇子会冒出这么没素质的话。扎凡也接到了命令，也是看紧唐之灵，所以何文在为难唐之灵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出手。何文轻轻地挪开身子，让唐之灵出了帐子。唐之灵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营地，发现比在幽州的时候少了不少人。他猜测那些人马是去支援唐国公去了。不过唐国公对拓跋彦兰还算是信任的，至少营地里的粮草还是不少的。拓跋彦兰这里也算是唐国公的大后方了。幽州城距离上古郡太近了，唐国公应该是怕拓跋彦兰受到波及，才会迅速让人提前撤离的吧。毕竟越往北走越是鲜卑人的地盘，他们也更熟悉那里的环境。唐之灵趁着上厕所的空档在外面转悠了一圈，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他只能再找机会。唐之灵是想买点毒药，想把何文何武给毒死了，但计划实施的难度有些高。一个是因为毒药很难搞到手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没了何文何武还会来其他的人。唐之灵还没想到什么好办法，